如说有些东西我敢说，你敢播吗？对不对？要是觉得出国做贸易一定要去选择那些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的行业，其实不难的。我今天身边的大哥，他在东南亚老挝做纸巾的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。你这货发到哪去了？川贡的这个货是。拉米，你问他这个货不够，给他调点其他货行不行？给他调青花行不行？我问他了，他没回我。来了多久了2个月。你怎么突然想起做这个了？我来旅游，看着这边只单一，就来做这个了。就是因为过来旅游，真的因为我然后就发现这个商机。就是超市基本上就只有1个单品，甚至最多2个单品，其他就没有产品了。在中国一进超市就几十个产品。你现在这边有多少个品？现在这边目前来了8个品，下个月估计要进15个品左右。你这个仓库租了有多少平方？上下3层一共有1300左右吧。租金方面透露一下吧。15万左右。年。今年。那你现在的话，除了在南部卖，还有在其他省份卖吗？只有巴士那边没去，因为运价太高，其他的都有了，每个省份都有代理商。现在你自己去找的？自己在找，然后他们也有代理商过来找我。就3个月时间。准确的说，业务才开展了15天。我13号开始进纸的嘛，第一车子13号到现在29号嘛。牛人。牛啥？来旅游来看着玩着都把这个完成事业了吗？别人想干个事业，干了好久都没干成，你玩着就完成了。因为我们在中国就做这块的嘛，只要一进超市、一进小卖部，看到纸品就很敏感。你这边现在请了多少人？办公室文员2个，装卸工3个，总的就5个人。你平时自己要搬吗？自己都搬啊，这些货刚才都是跟着上的啊。叫他把那个白色的一些纸箱全部拉过来，把这个摞上去啊。我在这儿搬货，你坐在那儿喝饮料，快！这件有多重啊？有26斤。如果按你这个体格，一个人装这一车应该是没问题啊。装不了，只是他们有时候看他们几个小孩弄不过，自己跟着弄一下嘛。你这边请的装卸工的工资怎么样？2、300万吧，勤快一点的给他300多一点点，相当于人民币700块钱，差不多。他们也要跟着，有时候跑宾馆啊，推销产品啊这些吧。我基本上都没去，都是他们去跑。拿着样品去送，每家每户送，先堆上面，走吧，那边说的过去。我是云南昭通的，老家昭通的，但长期在昆明，我们工厂就在玉溪。我哥做这个纸做了30年了。你来老挝当时就是来考察老挝的纸业市场的？没有，当时就是来旅游的，看着就那超市嘛。就看到这些纸品很单一，我们本来就做这个专业的，一进去看到这个大超市就1、2个产品，然后就发现这个商机。第2次进老挝就来考察市场了，第3次就直接把这个仓库定下来了，第4次进来就货就跟着进来了，一边旅游一边就把市场给考察了。对，还顺便在这边过了第1个泼水节，是不是过得真是难忘？哎呀，还可以。反正比中国的要好玩一点点，它那个这些民族情节要稍微重一点。中国那个纯是泼水嘛，这边还有其他玩法，比如嘞，比如说有些东西我敢说，你敢播吗？对不对？在老挝做生意的话，你个人感觉跟中国区别大不大？区别很大，基本上没有竞争。比如说做纸品，从我这儿开始弄仓库到现在，总的也才10多天。基本上不管到任何一个超市、任何一个小卖部，甚至宾馆，只要我一去推销我的产品，80%都不会说不接受。只要一去，人家都还是接受的。而且因为有个价格优势嘛，我们自己就是厂家，主要还是价格优势，还有质量。因为我们中国的产品跟这边的产品它是2个概念。中国的生产线啊、设备啊各方面要领先老挝很多年的，设备啊、原料啊、工艺啊，不管从哪一块，反正比在老挝这边的好太多了。它就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其实我们做这个批发生意的商超，它只是一个怎么说，一个名片吧，等于说一个广告效应的问题。我们做这块主要还是批发市场，比如在拉邦这些大的批发市场就2、3个嘛。只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那些批发市场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儿能不能做，可不可以做，基本上跑1天就知道了。还有你去了商超、超市这些，主要就看它的价格定位嘛，定价格就定江山嘛。特别做我们这个批发这块的，只要你价格定得好，它优势就在嘛。这边利润怎么样？要多30%左右吧，比中国毛利。对，利润差不多接近30%吧。你现在应该不会说老挝话吧？就一句啊，不少啊。就会说一句不少，就一句不少，真的。其他都不会。
现在因为经常有翻译跟着在嘛，都是他去弄，不管弄啥，什么证件之类的，只要是跟老挝人打交道的东西，都是他在弄。有一个办公室的文员，他会中文，他就顺带做翻译。只要是跟老挝政府这边接洽的所有东西，比如说证件呀、营业执照之类的，对公账户之类、银行这些东西，全部是他去弄。因为我不懂嘛，没办法。做这种东西也需要办营业执照吗？必须办呀，那边我们的产品全部是报关退税过来的嘛，必须要这些东西，而且一样不能少。从玉溪拉一车纸到南部拉邦的话，一车的那个报关费用需要多少？17米左右的大挂在1万左右吧，13米左右的基本上就在7000到8000，那不等。有些时候不一定的，要看每家报关公司他去报的价格都不一样。有些东西不好说。它不跟中国一样，中国它是固定的，那个没办法挪动。这个老挝这边是可以上下浮动一点的，但是不能太多。你当初你找报关公司的话，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去找的？我们都是在那个边境上，比如在莫罕啊、莫丁这些相当多的报关公司，你自己去选择嘛。我们就谈了4、5家，最终选了2、3家来做。就来3个月，你就能干这么大个事。很多人是来老挝玩着玩着就把钱玩没了，你玩着玩着把生意玩起来了。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很敏感，就是刚才跟你说的，只要我进超市一去批发市场，我一看到它的产品的单一，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，也不是说很专业吧，反正对这块稍微敏感一点。虽然说它的人流量很小，但是它这个是必需品，这个是消耗品嘛，你今天用了，明天也得用。最近大家都知道老挝币贬值贬得厉害，对你们这些商品来说，利润比较低的影响大不大？很大呀！昨天卖那车基本上都是亏钱，因为昨天是那个我最大的一个客户嘛，之前就谈好的价格，昨天他才来提货，因为这2天汇率一直贬得很厉害，按照之前谈的汇率跟昨天成交的汇率，基本上平均一车要亏700、800吧。中国人跟老挝人做生意不一样嘛，我们谈好的，不管亏赚，因为之前说好的，答应人家的东西就按之前谈好的价格来交货的。你们的标价是老挝币还是人民币还是美金？在这边还是尊重老挝政府，还是标价用老挝币。如果你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话，有些东西还是会掺杂一些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，不好说有些东西。如果说我不认识你的话，我都不相信你是来老挝3个月的。其实这3个月有很多时间是待在中国的，并没有全部都在这边。只是最后一次来把仓库弄下来，货过来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回国了，在这边足足待了现在1个月了吧。之前几次就待10来天又回去一趟，10来天又回去一趟。因为你这边考察的市场要回中国去对接很多东西，比如说税务啊、发票啊、报关呀。因为我们这个是全额退税的嘛，现在我们国家这边只要是全额可以退税的，都是享受“一带一路”的政策的红利嘛。现在等于说是国家在帮我们上交税收，我们做出口贸易这块的都是。